朋友们好，我是苏婉。当您翻看日历，感叹2025年匆匆将近时，一个备受关注的时刻正悄然临近。2026年1月1日，一项与在美家庭团聚相关的规定即将开始实施，新版公共负担最终规则。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公共负担这一概念并非首次出现，但此次规则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标准有所调整。在当前的财政背景下，相关规定旨在进一步明确移民使用公共福利的资格与界限。过去普遍的理解是主要依据是否长期依赖特定类型的政府援助进行评估，而新规则进一步明确了评估时所考虑的范围与因素。其中一点是，使用联邦医疗补助、营养援助、住房援助等多项福利都可能被纳入公共负担的审查考量。这意味着，如果您或您依赖您申请来美的家人，因生活需要而使用了这些福利，可能会在未来的身份申请或转换时成为被综合评估的因素之一，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新规的逻辑实质上是在移民系统中强调了经济自足的要求，这可能让部分家庭在做出相关决定时需要更加审慎。那些旨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其使用情况可能会对移民身份产生潜在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规则已经更新。在做出任何与公共福利相关的决定前，请务必全面评估其对家庭长期规划的可能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新规的具体内容与应对思路，请保持关注，妥善规划您和家人的未来。很多朋友有一种常见的印象，认为当前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任何政府在管理公共资源时都需要考虑可持续性。2026年这项规定的一个关键变化是引入了更系统的评估方式。过去的审查主要是回顾性的，移民局官员会查看申请人的历史记录，但从2026年1月1号开始，评估逻辑将更侧重于前瞻性。这意味着移民官在审核时会综合考量申请人未来的多方面因素，他们会评估例如年龄、健康状况、语言能力、教育程度等。然后，系统会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测算，评估申请人未来在美国可能形成的经济负担。如果这个评估结果显示申请人未来可能主要依赖公共援助生活，那么即使申请人到目前为止尚未使用过福利，移民局也可能据此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这种基于综合前景预测的评估方式，使得申辩的焦点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新规对福利的考量范围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过去一些被视为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新规的评估框架下，其使用频率和持续性也可能被纳入考量。这传达出一个什么信号？就是说，如果家人长期频繁地使用由政府补贴的医疗服务，这种行为在移民局的评估体系中可能会被视为一个需要关注的负向因素。在将来为家人申请身份延期或转换时，这份医疗记录可能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为综合评估中的一个考量项。我了解到一个发生在我频道安康百惠听众身上的真实情况，值得我们思考。这位听众的父母来美国多年，已获得永久居留权，一直按规定使用医疗补助。他的父亲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治疗。当年协助办理手续的人士曾表示，这属于可接受的范围。前几年一切正常，但就在上个月，2025年年底，相关评估标准已在部分流程中先行参考。他的父亲在申请入籍时收到了一封不予批准的通知，理由表述为基于申请人的整体情况与过往记录，本局认为申请人未能充分证明其符合不依赖公共援助的要求。此外，移民局还通知将对其家庭的居留资格进行例行复核。这位听众一家现在面临两难处境：继续治疗，居留身份可能面临复核；停止治疗，家人的健康将无法保障。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困境。以前被视为正常使用的福利，现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长远影响。那么，为什么在2026年对相关规定进行如此明确的调整呢？核心原因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性有关。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医疗和养老体系面临压力，因此对于新移民的经济自足能力提出了更清晰的要求。各位朋友，请您从今天起就明确一点，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您或家人所使用的医疗补助，其使用记录将成为移民身份评估中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每一次使用都可能成为未来评估时的依据。接下来需要了解一个与在美资产相关的计划——医疗补助遗产追偿计划。
简单说，就是在个人过世后，州政府有权依法追回其生前通过医疗补助支付的部分费用。追偿方式可能包括处置其遗产。过去这个计划在各州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有些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方法，把房产提前过户给子女，或进行某种产权安排，从而在法律上不再拥有资产，以便符合医疗补助的申请资格。各位，我恳请您慎重对待这种想法。2026年的执行环境已更加规范，各州政府出于财政平衡的考虑，加强了相关资产的审查与追偿工作。大家都知道，医疗补助申请有一个5年资产审查期，意思是申请前5年内转移的资产都可能被核查。以前可能存在一些规避空间，但在新的执行框架下，州政府会依据相关法律，例如欺诈性资产转移法进行审查。只要他们认定当年资产转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福利资格，那么即使转让行为已超过5年，他们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主张追回该资产，用于抵偿相关费用。这一规定需要高度重视，这不仅仅涉及资产处置，还可能涉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再分享一个加州的实例，一位长辈在多年前将一套公寓以及低价格转让给儿子，使自己成为无资产者，随后申请并使用了多年的医疗补助，期间有过医疗支出。2025年，这位长辈去世后，其儿子收到了州政府寄出的遗产追缴通知，金额高达数十万美金。儿子感到困惑，房子早已不属于母亲了。州政府相关部门的依据是，通过查询当年的房产记录，认定该转让未体现合理市场价值，属于非对价转让，结合转让后立即申请福利的时间线，认定为以获取医疗补助为目的的资产转移，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该转让，并依法处置房产以抵扣相关费用，结果是该房产被处置。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需要全面理解相关福利的使用可能带来的长远财务与法律后果。如果说遗产追偿计划主要针对拥有资产的申请人，那么下面要谈的则与经济担保人直接相关。当年为您父母申请永久居留权时，您一定签署过一份文件 I-864 经济担保书，当时签字时可能觉得这是一份例行文件。各位担保人，那不是一份普通文件，那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上面明确写明，作为担保人，您同意在被担保人成为美国公民之前，承担其必要的生活开支，并保证他们不会主要依赖公共援助。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对这份担保书的追责执行相对宽松，但到了2026年，执行预期将更加严格。这份担保书可能成为相关机构主张权利的依据。他们的逻辑是，如果被担保人使用了公共医疗福利，产生了费用，担保人可能需要依据合同承担相应财务责任。这在法律上是一种可能的追偿途径。政府可能会向担保人发出账单，要求其支付相关费用。如果您不履行担保责任，可能面临哪些后果？这需要重视，您的收入可能被依法要求用于履行相关义务，相关债务可能影响您的信用记录，更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涉及对您名下资产的处置。这不是主观猜测，而是基于合同条款和法律程序的可能结果。在当前一些地区，严格执行经济担保要求已成为一种政策倾向，其目的是明确，家庭团聚应以经济自主为基础，不应给公共资源带来过度负担。所以，如果您现在仍在考虑让父母使用医疗补助以节省保险费用，那么需要认识到，这可能不是在节省，而是在积累潜在的风险。当未来面临相关财务主张时，再想转为私人保险，可能已无法规避担保责任。您签下的名字代表着需要履行的法律义务。过去，政府对福利资格的核查主要依靠人工和举报，但到了2026年，信息整合与核查方式将更加系统。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程度提高，并采用了更先进的审核算法。这种系统核查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出申报情况与实际生活状况明显不符的案例。我们身边是否见过类似情况？父母申报的资产和收入很低，但实际生活在子女的高价值房产中，日常消费水平较高，同时使用政府提供的医疗福利。过去，由于资产在法律上可能归属不同人，核查存在难度。
但现在系统会进行更全面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模式分析，核查出入境记录。如果父母申报极低收入，领取福利，但数据显示其经常进行国际旅行，系统可能会标记为收入与消费能力不一致。分析居住地址，如果填写的住址位于房价高昂的社区，但申报收入远低于当地水平，系统可能判定为需进一步审查。随着国际间税务信息交流的推进，父母在海外领取的退休金等收入也可能在核查范围之内。很多长辈在国内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折合为美元可能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在美国申请福利时，若未如实申报其他收入，2026年的规定明确要求需申报全球收入。一旦被查出未如实申报，首先，这构成了提供不实信息，可能影响身份。其次，既然实际上有稳定收入，就可能不符合某些福利的申请资格，那么政府不仅可能追回过去不当领取的福利金额，还可能附加罚款。这就是系统化核查时代的精准管理。政府的逻辑很明确，如果你拥有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经济能力，那么你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个人支出。试图通过不实申报来获取福利，将面临法律和财务上的后果。说了这么多现状，关键问题迫在眉睫。现在距离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还有很短的时间，新规即将生效，现在是重要的规划窗口，您需要冷静下来，做出理性且周全的决定。我苏婉在安康百惠为您梳理3条思路，请您仔细参考。的1条策略审慎评估，按需调整，请您立即核对家人使用的保险情况。如果家人的健康状况并非紧急危重，或者家庭经济能力足以承担商业保险费用，那么，请慎重考虑是否继续使用医疗补助，请避免在使用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的想法。在新规生效初期，主动选择符合家庭经济能力的保险方案，这个行为本身就能体现家庭自足的意愿与计划。这在未来若遇到审查时，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说明。现在，您需要做的是根据新规重新评估家庭的保障计划。第2条策略，明确不同保险的性质，选择合适方案。很多朋友分不清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我为您说明，联邦医疗保险是个人通过工作纳税积累的保险权益，或年满65岁后自行购买的联邦保险。这个福利您可以按规定使用，它不被视为公共负担，因为这是基于个人贡献或购买获得的权益。而医疗补助是针对特定收入人群的政府援助计划，后者是评估公共负担时会考量的因素。所以，如果您父母不符合联邦医疗保险资格，那么请考虑为他们购买可负担医保法案下的商业保险计划，或直接联系保险公司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是的，每月可能需要支出一定费用，但请您换个角度思考，这笔支出是为您全家身份稳定和未来规划所进行的一种风险规避与责任体现。购买了合适的保险，在相关评估中，您展现的是负责任的态度。而为了节省费用，使用可能带来长期风险的福利，则需要慎重权衡。第3条策略，如需进行财务规划，请咨询专业人士，利用合规工具。如果您的家人确实需要长期护理，例如住在专业机构，费用高昂，而家庭经济难以独自承担，不得不考虑使用医疗补助来覆盖部分开销，那么您必须在申请福利之前，就做好周全的资产与法律规划。请不要简单的直接进行房产过户，我们前面的案例已经说明了其潜在风险。您需要立即咨询精通遗产规划和医疗补助法的专业律师，了解并设立符合法律规定的信托工具，将重要资产进行合规安排。请注意，从资产放入特定信托到它能够符合相关审查要求，通常有法定的等待期。因此，这件事需要提前规划，时间紧迫。如果您预见到家人未来健康可能需要长期护理，那么现在就开始进行专业咨询与规划，远比等到面临困境时才行动要明智得多。朋友们好，我是苏婉。当您翻看日历，感叹2025年匆匆将近时，一个备受关注的时刻正悄然临近。2026年1月1日，一项与在美家庭团聚相关的规定即将开始实施，新版公共负担最终规则。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公共负担这一概念并非首次出现，但此次规则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标准有所调整。在当前的财政背景下，相关规定旨在进一步明确移民使用公共福利的资格与界限。过去，普遍的理解是主要依据是否长期依赖特定类型的政府援助进行评估，而新规则进一步明确
确了评估时所考虑的范围与因素，其中一点是使用联邦医疗补助、营养援助、住房援助等多项福利都可能被纳入公共负担的审查考量。这意味着，如果您或您依赖您申请来美的家人因生活需要而使用了这些福利，可能会在未来的身份申请或转换时成为被综合评估的因素之一，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新规的逻辑实质上是在移民系统中强调了经济自足的要求，这可能让部分家庭在做出相关决定时需要更加审慎。那些旨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其使用情况可能会对移民身份产生潜在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规则已经更新。在做出任何与公共福利相关的决定前，请务必全面评估其对家庭长期规划的可能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新规的具体内容与应对思路，请保持关注，妥善规划您和家人的未来。